女人不会憋气，却任由水流淹过头顶。而第一次下水的她，竟可以在水底自由呼吸。这时，密封的水箱中突然凭空出现了一扇门，女人扭开门把手，神奇的是，水竟一滴都没有流出去。随着女人迈步走出，下一秒她就从现实世界中醒来。在未来，维拉公司发明了一种脑机接口，它由芯片和活体组织聚合而成，与人体共生就能让人进入梦境，而梦境中人们可以为所欲为，这弥补了很多人在现实世界中的遗憾。可由于梦境太过逼真，很多客户已经分不清幻境和真实，渐渐沉迷在了梦境。眼前的小胖已经进入梦境15天，梦境中的他正和因车祸死去的妻子约会，可现实中的他已经插上了气管，再不苏醒他就会永远死去。像小胖这样的人已经出现了7个，并且近几天还在不断增多，而一旦强行断开链接，会直接让人变成痴呆。公司老总没办法，只能找来了牛津大学的谈判兼心理专家金克斯，让他通过2.0版本的脑机接口进入其他人的梦境，然后劝说他们回到现实。金克斯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，技术人员将脑机接口吸入针管，然后将针管对准金克斯手臂，只1秒就完成了植入。通过扫描，脑机接口正自动朝大脑流去。这时金克斯发现了一幅迷幻的动态曼陀罗画，公司的首席梦学家走了过来，他告诉金克斯，在梦境里这个标志代表出口，进入就能回到现实世界。金克斯很好奇梦学家是干嘛的，而所谓梦学家就是研究和创造梦境的人员，他们可以为顾客定制梦境。紧接着梦学家艾克给金克斯上了一个速成课，只需要对着眼前的平板然后说开始，就可以1秒入睡，然后进入梦境，想退出时再说退出即可回到现实世界。随着开始命令从口中发出，曼陀罗标志开启，金克斯立刻入睡，再次睁眼已经身处一个森林，他感觉这里和现实没什么差别。艾克告诉他，如果想行动，只需要大脑发出指令，除了对强大刺激会有一点反应之外，客户的身体会一直保持静止。物理定律在梦境中不完全适用，但受编码的限制，用户暂时还不能飞，但随着技术的成熟，这些都会实现。在梦里受伤会有痛感，但是并非不可接受，经过训练就可以无视自然本能，消除恐惧。很快金克斯就完成了训练，开始准备进入杰斯的梦境。金克斯念出开始指令，曼陀罗标志再次进入脑海。他来到了一间豪华的酒店，他一眼就看见了小胖杰斯。杰斯也发现了金克斯和周围人的异常，赶紧带着妻子离开。金克斯想追上去，周围却突然变成了武士大会，所幸他还是找到了杰斯位置，跟着进入了电梯。电梯带着他到了一个图书馆，房间里有8扇门，随便打开一扇门都是不一样的空间。突然一只蓝色蝴蝶飞到了一扇门把手上，似乎是在指引金克斯。金克斯打开这扇门，看到的是一桌烛光晚餐。突然杰斯出现在了金克斯身后，他质问金克斯为什么来到这里。金克斯表明了自己来意后，杰斯却误以为是想让他离开妻子，戒备心更强烈了。而这时蓝色蝴蝶再次出现，杰斯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突然变得愤怒，而受他心情影响的梦境瞬间被撕裂。紧接着杰斯直接将金克斯推下了高楼。一瞬间，强大的失重感差点让金克斯窒息。危机关头，他喊出退出，终于回到现实世界。看来直接劝是不行了，必须找到突破口。金克斯找到杰斯的女儿，通过询问，这才得知酒店的烛光晚餐是杰斯当初与妻子的求婚之地，但蓝色蝴蝶他也不知道是什么。金克斯于是直接搜索杰斯和蓝色蝴蝶的图片，可是却和梦境里的完全不一样。突然他发现一个金发女人手上纹着蝴蝶，而这个金发女人和杰斯夫妻竟然有600多张合照，这说明金发女人和他们关系应该很好。他于是赶紧找到了金发女人，告知来意后，金发女人透露了重要信息：杰斯妻子虽然是死于车祸，但是车祸前就生了重病，只能靠吃蓝色蝴蝶的药止痛。但是他不想要杰斯担心，就一直没说，直到死后自己才告诉了杰斯这件事。杰斯也因此非常愧疚。金克斯恍然大悟，然后再次进入了杰斯的梦里。杰斯指责金克斯的再次出现，可这次金克斯直接说出了蓝色蝴蝶的含义，问杰斯是不是想在梦境里弥补他妻子。同一时间，梦境里所有人都望向金克斯，如同被暂停一般。显然这表明说到了杰斯心坎上。紧接着金克斯让杰斯聊聊当初是怎么和妻子求婚的。杰斯放下戒心，说自己的确当初策划了一个晚上，不过却因为当时没钱被保安赶了出来。紧接着两人越聊越多，金克斯成功走进了杰斯内心。原来杰斯婚后为了给妻子更好的生活，每天都在拼命工作，没有陪伴妻子，直到妻子出车祸，自己才得知妻子患重病的事。他之所以不想离开，是因为过几天就是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。虽然知道这里是虚假的，但是他也舍不得离开。当从金克斯口中得知自己已经在梦境里度过了15天，他非常吃惊，自己像是只感觉过了几个小时。金克斯劝他，虽然这里妻子的幻象能让杰斯得到安慰，可现实中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在等着他，再不离开这里，他的女儿就真的要失去父亲了。杰斯幡然醒悟，他决定提前和妻子过10周年，依依不舍地告别妻子。漫天玫瑰花瓣非常美丽，但这都是虚幻的。杰斯扭动曼陀罗标志的门把手，下一秒病床上的他就醒了过来，女儿激动地和他拥抱，而一旁他的哥哥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望着这一幕，金克斯也很开心，可没想到2天后，植入的脑机接口好像出了问题，他竟能看见自己死去的女儿。